竟昨日寻无迹，前途风雨聚散云不定，怎奈余生流离，宿命的掌心。若年岁尚能留我一息，若你懂我的真秘，只身闯入棋局，落子无悔意。纵然这一生枷锁，困我救我，此生都经过，无畏命运的蛊惑，斩断了因果。缘分这一世枷锁，爱过恨过，终不负诸错，以星火淬炼成果，不去等复活。是我眼花了吗？怎么看到这奸相在砍柴？哎呀，郎君呐，真是个好人呐！我年纪大不中用了，小莲呢又瘦弱，平时柴房里用的柴火啊，全是外头捡的树枝，郎君见了便一大早砍了些木头来，到现在还一点没歇着呢。郎君刚让小莲拿的汗巾，既然姐姐来了，便让姐姐去给郎君擦汗吧。哎呦，去！什么？要我给他擦汗？不用了，为夫自己来吧。来，快来吃饭啦！来了。小莲奶奶，哎，我们昨日在村里逛了逛，十分喜欢这乡间野色，不知能否多叨扰几日，顺便打听一下去玉京的马车。那怎么可以？说好的只住1天的。哎，这有什么呢？郎君喜欢就只管住下去，车马的事儿让小莲帮忙。反正这孩子成天乱跑，我不要。哎，你这干嘛去啊？见笑啊，这孩子就这脾气。不碍事，您老放心，我们住的这几日，家中的农活就包在我身上了。休息会儿，喝口水吧。好。说好的1天就走，你们说话不算话。是你太好骗啦！我一定会盯着你们，看看你们到底想干什么。坐。好。香爷累一上午了，喝点水吧。来。
多谢。这村子虽然清贫，但村民们倒是都悠然自得。若是能久居此间，远离朝堂的纷争，那该有多好！田园之光固然舒畅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远离朝堂纷争，做一只闲云野鹤。相爷久居高位，定有许多身不由己。但有时，保留一份向往，就是在心里保留一寸净土。相爷觉得呢？此番向往，竟不思作为。或许，你也是在做违逆你本心的事情吧。江桃花，若你不是北苑公主，该有多好？小姐，不是我非要为难你，实在是现下相爷不在府中，没人做主，你还是先回房间歇着吧。我哥不在，孟真真管不了事儿，你还在这儿推三阻四，是活活要把本小姐憋死在府里不成？我不管，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个话，你也别想出门。好吧，那我就不出门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多有得罪，但事关青影小姐的安危，属下也没有办法。带小姐回房，这一阵子务必照看好她。是。我不要，战罗，战罗，我要跟我哥告你的状！好你个战罗，不让我出府，自己倒是往外跑得勤。哼！可是我哥不在，他出去干嘛？难道是我哥出事了？半幅日照千峰图，剩下的又准备给谁？看来你从未真心信任。所谓结盟，不过是你求生的幌子。剥这么多笋干什么？今日夫君辛劳，我想多炖些笋与他吃。可这也太多了。无妨，夫君爱吃。分明处处算计，暗怀鬼胎，面上却还处处动人，忠心无二。枉我自诩阅人无数，竟差点也被骗了去，不惜以身犯险来救你。慎在也，日后此女万万不可轻信。夫君衣服怎么没换？郎君这副模样好生吓人。谁说不是呢？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娘子赶紧去哄哄吧。我一个小女子，为什么要去哄他一个大男人？姐姐，当心被别的女子抢了郎君去。我们村子里男人本来就不多，这好不容易出现一个，还如此英武，好多家的娘子都跟我奶奶背地里打听呢。姐姐若不想落得个独守空闺的下场，还是珍惜郎君吧。
些小娘子真是瞎了眼，竟能看上这么个贱相。郎君好生有力气，身板真棒。要身板棒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郎君，中午去我们家尝尝我们家的手艺。不是我自夸，我家丫头啊做的一手好饭食。去我家今天杀了只鸡。你家丫头不是已经定亲了吗？你怎么那么多心思啊？不必了，我只想清静一会儿。哎呦，清静这俩字儿啊，从郎君嘴里说出来真好听，定是读书人。郎君家住哪里呀？哟，还打听上了，你消停点吧。人家郎君已经成亲了，有正经娘子的。夫君，哎呦，你不是还让人家去你们家吃鸡了吗？你快来吃饭吧。小莲奶奶看你没吃饭就出来开荒地，特意让我盛了一些饭菜给你送来。你说啊，你身为一个丞相，这种起地来比那些庄稼人还要熟悉。莫非你说的重要事就是种地？怎么，江娘子如此探寻我的过往，是打算找出什么蛛丝马迹来加以利用吗？我劝你，不要再白费心思了。我吃饱了，记好你的任务。这男人怎么性情如此反复？真是。青影姑娘，好巧啊！今日在院墙习练轻功，出了点小意外。殿下是来找我哥还是江娘子的？自便啊，自便。你这是要偷溜出去吧？对啊，我是去找我哥和江娘子的。找江娘子？她可是出什么事了？跟那天她在街上打世子有没有关系？他打了世子，怪不得，是他奸妻，不多说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也去。你金尊玉贵的又不会功夫，去了也没用啊。打扰一下，你有没有看见过这么高、长相英俊、气质儒雅、平易近人的男人，然后旁边跟着一个大概这么高的女人？没有。哦，好吧，谢谢。哎，青羽姑娘，嗯，你刚才描述的都是沈相？自然。长相英俊，气质儒雅，平易近人。嗯。看来我们永远都不会找到他们了。为何？要我说，沈在也有此一劫，纯属是因为他自己树敌太多，乃命中注定。他做的那些恶事，不是不报，就是都在等着他一朝失势就群起而攻之。你们这些人才是读书读傻了，谁好谁坏都看不准。哼。好，那他是大好人。你之前救回来的那些姑娘，他怎么不管不问的？姑娘救我！那边有个歹人一直跟着我，我害怕。姑娘救救我吧！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他们竟敢如此猖狂！我去帮你教训他们。哎，好。哎，青羽。哟，这么年轻就要饭了。你说，若是我现在去找糕点铺的老板要点吃的，他会不会给我？你觉得呢？这不是多亏了向女侠见义勇为出手相助，我们才能被搜刮一空，
衣服都被扒走了，只能穿这些东西。谁知道还有这种事吗？难道因为有可能会被坏人骗，就不去伸张正义了吗？我也并未如此说，我只是觉得，青影姑娘下次出手前，可以先动动脑子。你意思是我没脑子？好，我没脑子，我不拖累你四王子，你我就此分道扬镳，我自己去救我哥。哼！青影姑娘，哎，青影姑娘，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木夏，你快看，是我哥留的记号。不是吧？这也行？我和夫君来这村子也待了有段时日了，怎么没见村中的其他男丁啊？哎呀，还不是怪那个残害忠良、坏事做尽的奸相沈在野。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要不是他，我们能落到如此地步吗？就是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唉，娘子有所不知，老身和这些亲友们原来是生活在别处的，虽不富裕，但是耕种着代代传下来的田地，倒也闲适。可谁知道有一天，突然来了官吏，告知我们耕种的土地是朝廷的军屯用田，还说我们是恶意耕种朝廷用田的乱民，还派了专门的官吏来镇压我们，领头的就是如今的奸相沈在野。可不是，带着兵马，差点屠了我们整个村。幸好好心人帮助我们逃了出来，我们才侥幸活了下来。朗朗乾坤之下，竟有如此罔顾律法之事。娘子不知道啊，后来我们还派出去人打探消息，这才知晓，所谓的军屯用田就是个幌子，实际上是朝廷有些权贵看中了我们那片祖传的田地，想要霸占，才将我们诬陷为乱民。沈在野这个奸相，当时便和那权贵串通一气，坑害我们。没了地，我们生活更艰难了，只能靠着家里的男丁外出做活计，寄钱回家。原来如此，这其中的缘由竟如此的曲折。正因此事，哥才出村去找钱来养活小莲和奶奶的。7年也不曾回来过一天，也不知哥哥现在如何了。只见过故交朋友满天下的，没见过仇人满天下的。真没想到，就这样的乡野村民都能和相爷有一段恩怨过往。我现在啊，可是不敢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了，不然到时候不一定出什么乱子。那就请江娘子学会闭嘴。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，我自然是不会泄露。一条船，是一条船啊。所以你啊，最好就是对我好一些，只当做积德行善了，不然等到了落魄的时候，连个帮手都没有。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需要江娘子来搭救，那还真的是有失无益。或许高高在上的人也会有需要小人物的一天呢。不过，我有件事情想不明白，相爷既然对恶钱如此执着，要查个分明，又为何？你是想问，为何我一边查案，一边做着危害百姓之事，对吗？嗯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江娘子难道不懂吗？所以那些村民，就是要被牺牲掉的那些人。
谁让他们如此弱小，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？没有人会永远弱小，他们也会凭借手中的笔墨刀剑，成为能保护别人的人。原来你就是害得我们无家可归的那个沈在野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。嗯。哎，小莲啊，哎呦，刚好啊，今日是镇上的集市，你呢一会儿带着郎君，带着小娘子去镇上找车马行，问问去易经的行情，早去早回啊。哦，姐姐随我来。好。走吧，小莲要带我们去镇上。好。小莲今日为何如此古怪？刚出炉的包子，今天新包的，来，王叔拿着。多谢啊。慢走啊，下次再来啊。好嘞。小莲，你今天不对劲了，怎么这么安静？你不是最想我们走了吗？若是走错了路，现在换方向还来得及。没走错。姐姐快跑，有埋伏！抓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快跑，姐姐快跑！哎，小莲你慢点。哎，小莲，小莲你慢点跑。小莲。小莲，没事吧？啊，小莲，没事吧？还好吗？说，为什么引我们去镇上？你干什么？来，起来，来，起来。小莲。今日这些人，是你找来的吗？姐姐，对不起。既然你已经答应他们的命令，引我们前来，就说明你肯定知道，确实有一队人在追捕我们。可我们这几天并未做过任何伤害你们的事，为什么要害我们？因为他是奸相沈在野。那日我听到了你们的谈话，这才知道，他就是害了我们全村的奸相。如果不是他，哥哥就不会外出做工，哥哥不去做工，就不会被那些人扣下。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，
就该知道我做事心狠手辣，把你知道的一五一十的全部说出来，否则。好了，不哭了，小莲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好了，小莲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瞧你干的好事。好了好了，小莲，你能告诉我，你哥哥是被谁扣下的吗？几年前有些人来村子里招工。大家不要着急啊，排好队，来往前走。姓名中四，因为工钱给的高，30。村里的成年男子基本上都去了，姓名也包括我哥哥。小莲，下一个。哥哥走了以后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等哥哥做完了工，就回家。哥哥别去，那些帮贵人做事的人都没有回来。嘘，小莲，那些人虽然没有回家，不过确实寄回了银钱，所以肯定没问题的。行了，啊，那哥哥要记得写家书给我。好，写家书给你。自那之后，哥哥就再也没有了音讯。之后每月的银钱虽然我们能按时收到，但我却没有见到过哥哥一封家书。哥哥是最信守承诺的，他说了会给我写家书，就一定会写。他要是没写，肯定是出事儿了。我看到镇上抓你们的人里面，带走我哥哥的工头也在，想着，反正你是祸害百姓的坏人，不如就把你们带过去，换我哥哥回来，也算是做了件好事。既然你哥哥对你如此重要，为何你又临时反悔呢？虽然你是坏人，但姐姐是好人，我不想害姐姐。好了，我该说的都说了。村里的大娘都说，你这奸相对付不听话的人，都是要扒皮抽筋的。现如今我也吃饱喝足了，你动手吧。相爷真是好大的威风，就连这深山村落里的孩子都知道相爷的行事作风。小莲，我们不会杀你的，你很勇敢，也很聪明。要是姐姐的亲人被人关了起来，姐姐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他的。所以这件事情你没有做错，但你要记住，做任何事情，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，是不能轻举妄动的。你确定，就算把我们交给工头，他就一定会放你哥哥出来吗？可是我哥哥……小莲，你放心，这个奸相呢，虽然不怎么做好事，但是这次，他一定会帮你把哥哥救出来的。真的吗？江娘子想做好事，可别带上我。一次不忠，百次不容。他这次害我虽然没有成功，焉知没有下一次？人孰无过，更何况是这么小的孩子。小，不是他犯错的理由。你要护他。是。江桃花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小心日后被他所致。沈在也说过，他并非世家出身，也曾饱尝冷暖。他究竟经历了什么，竟对所有人都如此戒备提防？这可怎么办呀？
断了。啊，那边好像有人。走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怎么了？你米袋漏了。哎呦，真是，多谢啊，年轻人。我老婆子就说这米袋子怎么越拎越轻呢？奶奶，我来拎吧。哎呦，好。哎呦，现在的年轻人都有一副好心肠。奶奶，您说“都”的意思，难道您还见过其他好心肠的年轻人吗？是啊，前几日啊，村里来了一对夫妻，就和你们这对夫妻一样心好啊。奶奶，我们不是。那对夫妻，您刚才说的，您刚才说的，哎呦，别急啊！奶奶这就带你们去找那郎君和小娘子啊。跟我来。好，前边啊就是我家。奶奶，我回来啦！回来啦！我去给姐姐买了包子。哎呦，真的啊！哎呦，来，你尝尝。好，真香啊！好吃吗？真好吃。看到此番场景，你还想动杀心吗？再来一口。先无论我如何想，江娘子今日行事确实反常。一个只想着如何自保的人，竟然也会多管闲事。或许对别人来说这是闲事，但对于他来说是顶顶重要之事。你毁了他的天真烂漫，现在却反过来怪他诡计多端。若有人能够帮他一把，今日他定不会做出这种危险之事。像相爷这种高高在上之人，不理解底层弱小百姓的苦楚，也正常。6个人，奶奶，今日为何比平日里多2副碗筷？哦，自然是来寻你们的人到了村里了，所以老身呢就多准备2副碗筷。等一下咱们一起吃饭啊。4公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沿着标记一路找来的，路上还碰到了小莲奶奶。2位郎君穿上哥哥的衣服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兄弟呢。还这么一说，乍一看还真有几分相似哎。当然了，还是我哥更好看些。你们几位别在这儿傻站着了，快去做饭吧。
谢公子。公主这一路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会到这儿呢？我没事，多谢公子关心。你我是朋友，就不必如此客气了。喂，你这人可真偏心，都是玉贤，怎么只关心江娘子，不问我哥？他一向老谋深算，容不得别人占他半分便宜，想必也用不着我担心吧。江娘子好手段，竟能引得四公子这般怜香惜玉，沈某佩服。四公子为人坦荡磊落，承蒙四公子关心，是桃花的荣幸。切，他就会说些好听话，要不是有我一路护着，他才没机会在这怜香惜玉呢。虽然姑娘有时有些莽撞，但这一路也确实帮了不少忙，就多谢青影姑娘了。青影，四公子诚心诚意跟你道谢，你言行间却对他多有无礼，还不认错？不是吧，哥？你怎么还帮着外人啊？我言行无礼，他对你看起来也没有多有礼啊。四公子身份尊贵，岂可同你我相比？说我以下犯上，行。公子在乎江娘子，那我泼江娘子，总不算以下犯上吧？青影妹妹，我可不是你能欺负的。青影妹妹因为公子泼我水，我自然要泼你，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敢泼我哥？你等着！哎，幼稚！生气了？奶奶，哎，奶奶，他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？没吵架，他们可能是在为村子里的事情烦心吧。村子怎么了？花开一无所知，花美不可一世。花落北风便知，正中间恍如隔世。花瓣被雨淋湿，心碎接踵而至。花落泪，辗转心事，无处可告知。心愿在泥泞里挣扎，遗憾在绝望中厮杀。
假怀暴露出的话，就算要将此话赠予另个他。花心被谁窥视，爱恨只能一世。花枯萎，破败心事，再无需告知。怎奈还疯狂地想他，不怕会被误解倾轧。紧握他说的与花有关的话，原来是他悠悠之情的回答。相爷和江娘子已经好几日不在府中了。什么？我觉得这事跟世子有关，便急急唤你过来询问对策。他们离府有几日了？细细算来，应该有5日了。是不是在沈相的眼里，人人都有阴谋，关关都有算计，任何事情都是从长计议，然后背后算账？若是如此的话，要官何用？设律法有何用？要我大齐的王室又有何用？按律法，写诉状，递证据，自当照律法，给裁断，正视听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人们相信律法，才能震慑更多有不法之心的人。你只看得见天水村，那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呢？有无数的不公，你管得过来吗？你觉得是本相杀了他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是本相杀的又如何？本相本就心胸狭隘，身边容不得背叛之人。为免江娘子有性命之忧，我劝你好好待着，好好做事。果然来了，小心！只是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